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个超有意思的故事啦。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要是觉得故事精彩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杯茶哦。丽姐在这儿先谢谢大家啦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气死人不偿命的相亲故事。哎呀妈呀，我干这行这么多年，头一次遇到这么离谱的事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两天我们相亲群里来了一位32岁的男士，咱们就叫他小王吧。这位小王啊，条件确实不错，广州本地人，有房有车，还在外企当高管，年薪50万加，身高178，长得也挺周正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条件在我们广州相亲市场上那可是香饽饽啊。可谁成想，这位小王一进群就开始提要求了，而且要求之严格，简直让我这个见多识广的红娘都惊掉下巴。首先啊，他要求女方年龄必须在28岁以下，身高165以上，研究生学历起步，工作还得是公务员、教师或者外企白领。这些要求吧，虽然有点严格，但在当下这个相亲市场上也不算太离谱。可接下来他就开始说一些让人忍不住想打人的话了。我有洁癖，所以要求女方必须没有同居史，最好是零感情经历。现在的女孩子都太随便了，我觉得感情经历太丰富的女生不适合结婚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兄弟啊，你自己都32岁的大龄青年了，居然还要求人家女孩子零感情经历，你怎么不去娶幼儿园小朋友呢？再说了，你自己的感情经历是怎么样的啊？凭啥要求人家是白纸一张呢？结果这还不算完，这位小王接着说，我个人很注重卫生，家里每天都要打扫2遍。我希望未来的另一半也要有这个习惯，而且要会做饭，不能是那种事业心太强的女生，结婚后要以家庭为重。听到这儿，群里的姐妹们可就忍不住了，立马就有人怼他，大哥，你是来找老婆还是来找保姆啊？又是要年轻漂亮的，又是要没有感情经历的，还得会做饭打扫卫生，这是要求另一半还是要求机器人啊？可这位小王不但不觉得自己要求过分，反而振振有词，我觉得我的条件配得上这些要求。现在的女孩子都太现实了，动不动就要求男方有多少存款，房子要多大。我这些要求难道不是为了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吗？哎呦喂，这话一出，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原本安安静静看戏的姐妹们都忍不住开始发言了，有的说他大男子主义，有的说他思想落后，还有的直接说他是直男癌晚期。就在这时，群里一个35岁的女会员，也是某上市公司的高管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发了一大段话。这位女士我印象特别深，之前因为工作太忙，一直没时间谈恋爱，现在事业有成了，想找个知心人共度余生。这位女高管说的话真是句句见血啊。她说，王先生，我想请问您凭什么认为30岁以下的高学历女性就一定要接受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呢？您说您年薪50万，在广州这个城市确实不算低，但也绝对不是天文数字。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哪个不是有自己的追求？您要求人家必须以家庭为重，那您愿意负担所有的家庭开支吗？这话说的我都忍不住想鼓掌。可小王这个人啊，居然还在狡辩。我觉得男人赚钱养家，女人持家相夫教子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，现在的女孩子太独立了，都不知道为家庭付出。哎呀妈呀，这话一出口，我这个当红娘的都忍不住想翻白眼了。什么叫我们那个年代啊？你才32岁，装什么老古董呢？再说了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哪个女孩子不是从小就被教育要独立自主？这时候又有一位29岁的女会员看不下去了。这位小姐在某知名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，年薪也是40万加，人长得漂亮，性格也好。她说，王先生，我觉得您说的这些话很有问题。首先，您把家务劳动完全推给女方，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。其次，您要求对方零感情经历，那请问您自己是零感情经历吗？如果不是，那您这不是双重标准吗？小王被问住了，支支吾吾半天说，我之前是谈过2段恋爱，但那不一样。男人嘛，在结婚前多谈几段恋爱是正常的，但女孩子不一样，呵呵。这话一出，群里直接炸锅了。各位姐妹纷纷开怼，
凭什么不一样？这思想也太封建了吧！原来在你眼里，女性就是低人一等喽。难怪32岁还单身，这种直男癌晚期确实没人要。作为红娘，我平时都是很注意调节气氛的，但这次我真的忍不住要说两句了。小王啊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要改改了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抱着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，怎么可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呢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可是这位小王啊，还是不以为然，居然说：丽姐，我觉得你们这些女人就是被现代思潮洗脑了，传统美德都不讲了，整天就知道要独立，要平等。这样下去，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不就毁在你们手里了吗？好家伙，这话一出，我都不用说话了，群里的姐妹们直接把他给骂惨了。什么直男癌晚期、封建余孽、大男子主义的帽子全都扣在他头上。有姐妹甚至翻出了他之前在其他相亲群的发言，发现这位仁兄到处都在发类似的言论，简直是臭名远扬啊！后来有个姐妹忍不住问他：王先生，您这么嫌弃我们这些有过感情经历的女生，那您理想中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呢？要不要我们帮您分析分析，看看您的要求合不合理？这一问可给小王来劲儿了，他立马列出了一大堆要求。首先啊，我希望另一半28岁以下，身高165到170之间，体重不能超过50公斤，最好是名牌大学研究生学历，家庭背景良好，父母最好都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，性格要温柔贤惠，不能太强势，工作要稳定，但也不能太忙，要有时间照顾家庭。最重要的是，绝对不能接受有过同居史的。听完这番话，我都想给他鼓掌了。不是夸他，是被他的厚脸皮给震惊到了。我干这行这么多年，见过挑剔的，见过要求高的，但像他这样把别人当成商品一样挑三拣四的，还真是头一次见。这时候，群里一直潜水的一位女律师忍不住发言了：王先生，我觉得您需要搞清楚一件事，婚姻不是买卖，不是您列个清单就能按要求采购的。您这样把择偶标准量化，把女性当成商品一样挑选，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。这位律师说的太对了，可小王还在那死鸭子嘴硬，我这不是挑三拣四，我这是有原则。现在的年轻人太随便了，我这是要找个素质好的，能管好家的。因为这话说的，我这个当红娘的都替他臊得慌。什么叫管好家啊？说的好像他要找个免费保姆似的。群里有个在银行工作的姑娘可就不乐意了。王先生，照您这么说，您是觉得女性的价值就在于管家吗？那我们读那么多年书，拼命工作是为了什么？就为了找个像您这样的大爷，在家给您当保姆。这话说的那叫一个痛快啊！可小王这个人啊，属于那种你跟他讲道理讲不通的。他居然说你们这些女的，整天就知道工作工作，事业事业，连最基本的家务都不会做，这样怎么能结婚？我妈说的对，现在的女孩子都被带坏了。好家伙，这话一出，群里顿时就炸了锅。有人说她恋母情节，有人说她直男癌晚期没救了，还有人说她配不上现代女性。最绝的是，有个姐妹直接发了个段子：姐妹们，我给大家翻译翻译这位王先生的择偶要求啊。他想要个28岁以下的研究生学历的保姆，还得长得漂亮，没谈过恋爱，最好能伺候他和他妈，工资全交给他，房子写他名字，将来生个儿子，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了。这话说的，群里的姐妹们都笑疯了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位小王居然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，说现在的女孩子都太现实了，没有传统美德了。听到这儿，我这个当红娘的实在忍不住了。我说：小王啊，你知道你为什么32岁了还找不到对象吗？不是因为现在的女孩子太现实，是因为你的思想太封建了。你以为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呢？女孩子也是人，也有追求理想的权利，不是你的附属品。这时候，群里一直默默关注的一位女会员突然发了条语音。她说：王先生，我特意查了一下，你之前在某相亲平台还发过一条征婚帖，说什么希望另一半事业心不要太强，工作稳定就行，主要以相夫教子为重。你知道这种想法有多可笑吗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居然还想找个活在上个世纪的女人。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，我就说：是啊，小王，
你看看现在的社会，哪个成功的家庭不是夫妻共同努力的？你整天就想着让女方放弃事业，在家相夫教子，这不是耽误人家姑娘的人生吗？结果这位小王啊，还在那儿振振有词。丽姐，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被西方思想洗脑了。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就是男主外女主内，这有什么错？我妈那个年代的女人，哪个不是以家庭为重？听到这话，群里一位做心理咨询的女会员忍不住说了：王先生，您这是典型的妈宝男思维啊！您总是拿您妈那个年代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年轻女性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偏差。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您的择偶观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，您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这话可把小王给急眼了，他开始指责我们这些女人都被女权主义洗脑了，说现在的女孩子不懂得传统美德，只知道赚钱。他甚至说，你们这些所谓的独立女性，就是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，整天想着自己的事业。到了30多岁，事业是有了，可不照样剩在手里。哎呀，这话一出，群里的姐妹们可就炸锅了。有在某知名企业做高管的姐妹直接怼他：你凭什么说我们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？我们追求事业成功，难道就不配拥有幸福的婚姻吗？再说了，像你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想法，才是让很多优秀女性选择单身的原因，好吗？是啊，这话说得太对了。我作为红娘这么多年，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了。那些所谓的剩女，哪个不是因为不愿意委屈自己，不愿意找个思想封建的男人将就过日子？眼看着群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，我这个红娘也是操碎了心啊。本来想着给大家牵线搭桥，创造缘分，结果让群里的气氛搞得这么紧张。这时候，群里一直没说话的一位女老师终于忍不住发言了：王先生，我想跟您分享一个数据。现在我们国家女性的高等教育率已经超过50%，职场中的女性比例也在不断上升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现在的女性都在追求独立自主。您的这些要求，说白了就是想找个听话的、任您摆布的女孩子，这不现实。这话说得太在理了。可小王还在那儿嘴硬，那你们这些所谓的独立女性，以后孩子怎么办？家务怎么办？总不能都推给男方吧？群里马上有姐妹回怼，这就是您的问题所在。为什么照顾孩子、做家务就一定要女方来做？现在讲究的是夫妻共同承担，好吗？我认识很多夫妻都是轮流做饭，一起带孩子，过得不知道有多幸福。看到这儿，我实在忍不住要说句公道话了。小王啊，我觉得你这种思维方式必须改改了。你要求女方样样都得符合你的标准，可你自己呢？除了那点工资，你能给对方带来什么？感情是相互的，不是你光要求别人。结果这位小王啊，不但不反思，反而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针对他。最后他气呼呼地说了句：看来这个群里都是些被洗脑的女权分子，我还是去别的群找找吧。说完他就直接退群了。这简直是自己给自己贴标签啊！群里的姐妹们都被他逗笑了，纷纷说终于走了。群里的空气一下子清新了不少。这件事之后，我们群里的姐妹们还专门讨论了一下这个话题。大家一致认为，在择偶这件事上，双方都要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，不能光要求对方，自己却不愿意付出。所以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这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啦。丽姐想说的是，在这个时代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都应该与时俱进。那些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人，注定会被时代所淘汰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觉得精彩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哦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杯茶。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啦。